可当我看到他一连串的陈列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哇，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这样创作啊，有这种创作想法啊。OK， 我在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以前对于绘画的绝望感到底从哪里来？因为我没有看过别种创作方式。12, 11, 10, 9, 8, 7, 6. Hey yo, welcome to Benefit 这个绘画以及画家频道，我是画家杨力。来，嘉庆，我们今天要聊什么话题？我在睡上看到一篇讲去艺术大学的文章，他就讲说去全世界艺术大学都除魅，在英国怎样，在美国怎样，在日本怎样。可是他这里面没有说到法国，你不是去法国留学吗？对，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去法国留学？这篇文章我也看了啦，当时看完之后我也是会心一笑。嘉庆，你知道在台湾法国留学的人其实是有成为一个势力的哦，在很多学校里面教书哦。可是我当时为什么去，跟这些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大学根本就不是美术系。我当时去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镀金。我当时去就是觉得，我只要回来之后，我的肩膀上就会多出一个小当家特级厨师的臂章，只要见到谁瞧不起我，就把那个臂章抽开给他看，这样子。其实是跟我当时的人生境遇有关系，因为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没有上到自己想上的科系，我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科系想上，我觉得心态上是有些虚无。大概到了大四下学期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不想再这样混日子了，因为当时看着同学办展啊，他们有画廊啊，我就很羡慕。那我就问我自己，我这辈子难道就是要这个样子朝另外一个方向去吗？那我就觉得要赌就赌一把大，那出国，然后看能不能回来再兑换点多的东西。那你后来去了后有成功镀金到吗？有没有成功的让我更成功哦？我觉得有，但是这个我们后面提，我觉得跟法国教育有关系。我的留学生生涯是一个很寂寞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巴黎没有现在的巴黎巴塞。我在求学阶段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台北又办艺博了，台湾又有饭博了，然后同学又在哪边展，他们又去了什么艺博会，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离这个世界怎么越来越远。所以其实你说真的对成功有帮助吗？我还真没有觉得。而且就像我们前几期节目聊的学阀问题嘛，其实真的要成功，你去直接抱学阀大腿，或者进对的学校，它的功用还比你出国留学快很多。而且我还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哦，艺术生意这个东西哦，它其实不是一个生意，它是个熟艺，熟人的交易。对，它是熟人的交易。那如果是熟人交易，它代表什么？代表你的身份呢，某种程度上跟在地连接的越广，有时候你的销售状况反倒是越稳定的哦。就我们都以为啊，国际的什么艺术家很厉害，但是像我们现在经历了艺术界的泡沫，我们就会知道很多更接地气，它其实卖得更好哦。那你刚刚说那个法国教育那个是什么？当时我所经历的法国教育是每个学院都很反绘画，你只要拿出一张绘画作品，老师的第一个问题你想都不用想，第一个你为什么用画？在这个情况这种压抑对我来讲的，其实它也有好处。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它其实非常的理性的去问你很多你在创作上的问题，并且每一个点都可以被放在一个问号，然后打上问号，再重新把这个问题抛回去，让你把你的创作想得更清楚。当然，绘画上可以这样子做，只是如果今天教育你的人他没有这种相关经验，容易鸡同鸭讲。那其实我在法国有时候陷入这种状况，但是在当代艺术的这个领域上来讲，他们的培训相较之下没有令我多失望。在当代艺术这件事情上，比如说像我们在台湾常常见到这种亲情日记式的论文，有没有？那基本上在那边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学术产品，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做作品的理由的。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它需要你很清楚的理出自己的脉络。其实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在法国发现我中文不够好的，你知道吗？我所指的这个中文不好，是用一种最基本的累积木的方式去写作，把你要讲的事情给讲好。这件事情，我才发现原来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是在留学生阶段才发现我不好，或者我才发现原来在法国重新去 care 自己的语言，它的效用有多好，因为等于重新整理了一遍你的思绪。这是我在那边我觉得最后学习到的东西。那你现在还会建议想学艺术的人要出国留学？我觉得这个要看目的，比如像我这种上一趴讲的要去镀金啊，然后回来就特级厨师啦，这种事情，这个建议还是可以的。可是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嘛，它对成功其实没有帮助，所以真正要镀金的话，我觉得可能方法想错了，应该要去台北念艺术大学。我觉得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给这群人的建议就非常多了。什么样的一群人呢？就他不是说我要去镀金，他是想要变强。
想要自我提升。我这种人我也当过，但是不是刚开始去就当，我是到过程当中才发现，哦，这边真的有个值得学习的地方。就这种出发点它表面上比我刚刚讲的镀金，你不觉得更有积极性、更正向？但也与此同时，它背后可能藏着一些陷阱。就当我们说我们在当留学生，各位注意到没有？当你讲留学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它本身是有一种我是在文化的边陲地区去到文化的中心地区去学习提升，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带来天火，从此说天火傍身，你就提升等级。buff 再加上去的这种感觉，这里面其实它会因为这种心理暗示，造就你去到那边的时候，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观察你所学的这些东西，很好的反思他们。比如说，就算那个留学目的地的国家自己本身的盲点，你也是看不出来。所以你到最后你回国了，就会变成像我讲的这种台北法国学法这种法棍啊，它变成是一套法国意识形态的提线木偶。然后这些人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负重我一直跟你说他们都怎么样怎么样，他们都怎么样。举个很好玩的例子我讲的法国教育，它很理智他很会问你问题，可是你知道这里面很多问题是很瞎的。很经典的是有一次我画肖像，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拿这张图给我看？这个肖像我认识吗？”我当时就想说，老师讲的有道理，他是不是在暗喻我们华人的教育都是不问我们画的对象是什么，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一昧的用耍技巧瞎画这样子？我当时想，老师应该点出这个盲点。可是我在用的时候发现，我住巴黎，我要坐车回去，回车我就在想说，等一下，那老师认识罗浮宫里面的蒙娜丽莎吗？如果他不认识，他是不是就要说这个我不认识，这跟我没关？然后老师就是随口一问，但是你当下因为那个留学生心态，你就觉得他讲的一定有道理，他是不是迅速点出了这种亚洲人这种重技术不重连结的这种弱点？就回头发现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老师跟学生都是人，以前你会觉得很多傻逼问题，很多老师看不明白的是因为他们在台湾，他们眼界小，他们没看过世界，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么多的盲点。但是当你出过国，你才发现不，国外的老师也有他们的盲点，只是这些盲点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国内以前老师可能就是说技巧不够表达不够精细等等，国外老师你跟这个跟我什么关系？其实这些问题本质上背后都有可被挑战的地方，但是点位不同。可是如果你抱持一个留学的心态，其实你无法去发现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要讲就是说，我们先默认国外可能有好，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心态是追问，他为什么好？我究竟去那边学什么？在这一系列的追问跟反思底下，你才会到最后确保你真正去了一个殿堂里面拿到一个你要的东西嘛，而不是说去那边把所有东西 copy 起来变成我讲的提线木偶。或许国外真的比较强，这是或许可是你总得知道它强在哪嘛，你才知道你应该学什么。你刚刚法国那边讲的是当代艺术，那你刚刚还有说就是在法国对你的绘画启发，那个部分是什么？其实我刚才去，我只想成为一个村上龙。我很不耻的说，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其实我想成为村上龙，我想成为一个亚洲英雄。村上龙有超扁平，那我就要在巴黎喊出一个什么超台湾、超级台、super 台这种口号，然后打进什么当代艺术圈这样子。我当时心态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绘画独立战士？为什么变成一个现在这样子一个这么专一的画家？其实原因就是我在那边真的受到绘画启发。诚如我刚刚前面讲的，之前在出国前，我其实经历过一段绝望的时间，就我练基本功，而那个时候基本功其实就是书派的素描。我画到最后，其实我不知道我除了画书派这个东西以外，我还想干嘛？我甚至也无法欣赏别人在画任何东西。所以我跟你说，美术系也不是我当时的这个心之所向嘛。原因就是因为我连那个东西都没法欣赏。OK， 那我完全黑化了。出去之后，结果在有一次当中，我在毕卡索美术馆看到真正的毕卡索的原作。当然我小时候看过，可当我看到他一连串的陈列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哇，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这样创作有这种创作想法。OK， 我在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以前对于绘画的绝望感到底从哪里来，因为我没有看过别种创作方式。好，那其实巴黎对我真正的帮助，从来就不是学校内给予的那些东西。当然，它的确让我更有批判性思维，它让我做事情更有警觉、更有觉察。但是说在绘画上的帮助，学校给我的根本就从来就没有过。而真正让我看到的是，我到了那边，一个绘画创作者在历史上这么多，而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我们的绘画教育烂，在历史上这么多的时候，我才发现创作方式原来是这么多的。而且其实不只是创作方式，它让你大开眼界，甚至它解开了很多你以前不懂的事情。比如说，我讲两个画家，你一定不会把它联想在一起，提香跟马奈。你看两个人差了几百年，
而且你一定会说，对啊，提香不是威尼斯画派的，马奈是印象派的，他不就是要改革这种古典绘画吗？他怎么还会跟他有关系呢？这就是出国你接受第一手文献资料多的好处。我也在罗浮宫里面看到了马奈一五一十的零提香，而且是罗浮宫把它展出的，在这两张画的对比。当你看完这些画之后，你才发现原来马奈画中里面有很多的笔触运用。色彩的策略包括提香的背景，喜欢那种高的这种天蓝，你会发现草地上的午餐背后背景也用一种很神奇的这种天蓝。马奈的话都很喜欢用这种背景突然提天蓝的方式，原来这个方法是用提香的很多风景画当做一种资料，然后最后做出来的。可是从我们在这边学的美术史来看，这两个人八竿打不着的关系。威尼斯画派跟印象派中间差了几百年的时间，这个概念就相当于我突然在这边说我今天写书法跟蔡京有关系一样。虽然我们作为华人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在去故宫博物院就会看到蔡京的作品，但是你作为外国人，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 amazing 的事情。他就杨丽是杨丽，蔡京是蔡京，你们写的书法有什么关联？可是我到了国外，我才发现他们里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你们才发现，原来毕卡索一看这么先锋的人，他的精神主事也不只有塞尚，还有安格尔，而且这件事情是对于国外的研究者来讲，这是一个很容易看得到的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这边，我们从来不会去进行它的联想。所以我前面讲创作方式，你看了很多，还有他们创作者之间的脉络，你看到的那个网络维度上，跟在台湾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丰富程度。那不是一句很肉麻的原作带给你的感动这个问题哦，你不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就不知道原来那个世界是这么丰富的。所以你的美术课、你的美术史课都是一连串无聊又枯燥的画跟名字这样不停的交杂，你没办法去活用这些东西。然后再来一件事情是，它让你在心态上改变了。以前常会被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是东亚人，你是不是就要画你家乡的东西？你就要画你有感情的东西。可是当你到了一个文明多元、人种也多元、文化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渐渐的你不会用一种我要本土、我要在地、我也要保护我文化、我要定义我是谁这个态度想自己。取而代之的是，你会觉得毕卡索能画非洲面具，那代表我可以画印度的这些神话。我在这里面有获得一种自由。原来每个人都是世界人，我没有必要去问我是台湾人。我的新北的房子住在哪？我应该要有一种新北性，研究一下8+9或什么之类的。我反倒是可以很真诚的面对我到底感兴趣的是什么，而这个是可以让我不去思考很多身份或其他所带给我的包袱，让我在这个时候我也站到跟毕卡索、跟马蒂斯、跟克林姆同样的高度。就像克林姆这支拍75亿那个新画背后不是有那个京剧的那些脸谱那些什么东西，为什么都没有人问你一个维也纳人，你凭什么画京剧？对，他没有问，那为什么我需要问？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让我可以直接打破这个事情的，就让我发现，我可以自由自在去画我要画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我在法国所得到的一种自由度。但终归一句话，这始终是我这个个人到巴黎自己学，不在学校里面学，自己看书、自己问人、自己跟别人讨论底下所得出来的事情。这里面其实学校真正能帮助你的事情少之又少。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出国或许别人比较厉害，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清醒的态度去知道他厉害在哪，也要有一个很清醒的态度知道现在在跟你讲话的那个老师，他给你的这一些教诲是不是本身存在的一些谬误，你要很警醒的面对这一切。可是你刚刚说这个跟成功没有关，可是现在有时候在奖项上或者在一些画廊看到都是什么外国的某某学院或者什么学校毕业的然后什么硕士博士，这个现象你要怎么解释？其实我们在双年展奖项上所看到的这个留学生有一定的比例，甚至这个比例跟学阀可以说是五五波，这个现象是对的。我们不可讳言的一件事情，学艺术，艺术这个词这个概念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欧洲所发明的话语，发明的代表它不是天然的，它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台湾的双年展奖项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台湾的这种文化部、文化政府在对国际上交出的一张答卷，告诉这些国际上的先进，我们在多么努力的现代化，我们在多么努力的追上民主自由世界的这种脚步，这本身是有这种政治宣导意味的。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多从这些所谓的火种的来源地普罗米修斯的这个来源地，这个地方引进人，
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吧。很多留学生带回来的主题跟思想，有时候甚至引领着你评奖的标准它引领着这个意识形态所以它本身有这种先一步的优势。但是，就我前面讲的是学术地位你如果换到另外一个角度讲，你讲商业的话，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你今天真的面对藏家的时候，你去告诉别人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有用吗？应该没什么用。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有用。有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比如说达米安·赫斯特红的时候，因为他是 Goldsmith 的学生，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只要看到你是 Goldsmith， 他就会把他网罗过来，就跟扫货一样，有没有？这个情况是有的可是这种神话也很容易破灭因为很简单，随着你的时间的推移，每一届都有毕业生，但你的毕业证书就怎么样？通货膨胀掉了。对不对？每一届的推，那藏家当然会在这中失去热情，而且很多藏家他如果没有要进行一种什么这种短期的这种投机的话，他很多时候就是他画面看得怎么顺眼就怎么买其实学校能给你的这个挹注很少啦，而且市场对于这种学校追捧也很快啦。一下是杜塞尔道夫，一下巴黎美院，一下是切尔西，你根本就来不及换学校，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有一种很干的感觉，就是读了这个学校，看着隔壁说他妈的考错了。其实我这边要讲就是这种学校国籍的标签，它不应该是凌驾于创作者之上的一种东西啦。你人又不是猪，去被盖那个无毒的什么政治标记，有没有盖在身上这种东西？你最后你还是得靠你的个人的发展，最后去复写掉你的经历其实这就是我们讲很多大艺术家、很多大创作者，他根本就没有学历作为支撑嘛。所以这种学历的复辟包括这边包含国籍海外这种事情，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倒行逆施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你经营了半天，自己都在经营学历，但你没有经营自己，那你接下来的创作路其实是很难走长的，你也很难真的被人记住。留学完，搞不好可以帮助你得一点点奖，搞不好留学对的时机可以为你带来这么一点点的这个蝇头小利。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它还是无法让你真的确立你自己的地位在创作界当中。OK， 这里是 Pendiverse 愉快绘画以及画家频道，希望这期节目你们会喜欢。OK， 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